第3遍，打你无耻下流。第4遍，打你攻于心计。第5遍，打你包庇偏私。第6遍。蒋姑娘，快醒醒！蒋姑娘，醒醒！蒋姑娘，快醒醒！蒋姑娘，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怎么和我在同一张床上？我明明昨天在太子府上。太子殿下昨夜设宴，在向江姑娘求亲，我们前来赴宴，结果几杯水酒下肚，再醒来，我们就……江姑娘，我们不是遭人算计，落了歹人之手了吧？太子府里怎么会有歹人？太子人呢？逃死了。大清早的，换姑何事？太子，你怎会在此？姑昨夜跟你们同枕了吧？不在这里，还会在哪里？天色尚早，不如我们再来一次啊！太子的意思是，你承认是你在我们的酒中下了毒，玷污了我们3人的清白？你怎么能打着求亲之势做出这么禽兽的事情？婉哥，你之前那么爱慕姑，这次不应该很开心吗？你胡说！我虽然爱慕太子，但我求的是明媒正娶，绝不是这般的苟且。而且，你还在魔掌生下其他人。等死吧！我说你们女人为什么每次醒来都哭哭啼啼的，不识抬举？你们每次还不过来速速服尸？他们呀，最开始也如你们一般哭哭啼啼的模样，与我作对。可如今，不也是乖乖的服侍我了吗？沈思成，你到底糟蹋了多少女子？嘘，不多。算上这3只，足足有28只。这个刘金钗是贾府小女儿的，啊，这个南海珍珠的，是尚书府未嫁出的长女的。你们2人父亲的品级有点低，不如在这儿。婉哥，你父亲生前是个大将军，姑把位置给你留在这里，如何？沈思成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墙的簪子都是被你玷污了清白的女子？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禽兽的事情？姑是太子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君恩？女子的清白，在你眼中就这么低贱？你若是无意求娶，你直接可以告诉我，我蒋婉哥不会踏足的太子府半步。继续喊，求娶你也配？你不过就是个将军府孤女，也敢觊觎太子妃之位？待我娶了穆将军之妹穆清雪，你们几个都是我新婚的玩物罢了。
马上揭发你！告发？他们家里面人都送给了姑做妾。哎呀，就连他们两个，一大早也快马加鞭的送过来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爹爹已将我送给太子了？姑跟自己的妾室玩乐，有何不可啊？你这是强拒豪夺！夺又怎么样呢？哼，江晚哥，你们全家死绝，这纳妾书你自己签了吧，也当是姑对你格外关照了。嗯，你装吗？江姑娘不要！江姑娘不要！你为何拦我？江小姐，谢谢你为我们出的一时之气，可是还有一身的苦，又该如何呢？这世道女子清白被毁，除非与人为妾，我怎又能这样？如果这件事情闹大，我们父兄定不会容我们，到时候我们恐怕连性命都不保。求姑娘怜惜，求姑娘怜惜！这吃人的世道，女子就只能如此了吗？不错，你们二人倒是聪明。江晚哥，你别以为父皇能护你一辈子，父皇肯定会指定穆将军为大元帅，平定祸乱，而姑又娶了穆将军的妹妹，姑的地位会越来越稳固。待姑继承大统之时，你猜姑会如何折磨你啊？你放开！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想好了洗干净。姑的床位上始终有你的床位。走吧，小美女，走吧。沈自周，这世道不仁，我就偏不信这世道。你自以为是太子，以为我这个将军府的孤女就能束手就擒。今日我就偏要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匹夫撼树之志。这是老四第3次求援了，但大将军已逝，朕何来新的猛将？难不成只能用那根基尚浅的穆清风？皇上，前大将军府的江姑娘求见。朕眼下心烦意乱，除了天降良策，朕谁都不见。可是皇上，江姑娘她……皇帝伯伯，皇帝伯伯。皇帝伯伯，晚哥前来，正是要献策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父兄征战一生，留有兵书一卷，臣女潜心研习，已有所成。老将军竟然留下了兵书，快呈上来！皇上，臣女还有一个请求。你献策有功，什么请求都不为过，但说无妨。臣女愿请缨出战。哎呀，晚哥呀，你有此心，朕也为你父兄高兴。只是你一介女流，又岂能挂帅出征啊？皇上，臣女晚哥要挂帅，武功兵法都要出类拔萃。你父兄确实提起过你熟读兵法，但这领兵出征又岂是儿戏？江姑娘，你怎敢冒犯圣上？
哎呀！力能扛鼎，这江家后继有人了。万哥，这战场刀剑无情，你尚未嫁娶，你当真愿意领兵出征？臣女愿意。好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你此次前去，你要什么，朕都答应你。我只要沈慈州那禽兽伏法，只可惜啊，眼下无据无凭，太子羽翼重托，万一触怒皇上，对我建功立业的计划就更加无法报仇雪恨。先忍上一时。皇上，臣女此刻只愿平反，别无所求。这个袈裟，暂且留着吧。好，你速速回府，准备明日领兵出征，朕即刻召集百官，宣通此事。是。沈慈州，待我得胜归来，再跟你算账。爹娘，兄长，不孝女江婉阁有罪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居然倾慕于沈慈州那样的禽兽。但女儿如今已经悔过了，明日我将带军出征，重振将军府的荣光，更要让沈慈州那个混蛋付出代价。还望爹娘在天有灵，保佑女儿得胜归来。可算找到你这个狐妹子。穆清雪，小小狐妹竟敢直呼我这个未来太子妃的名讳，给我张嘴！我看谁敢！你说谁是狐妹子？当然是你啊！这种不要脸的本事，可是你那个死鬼娘亲教你的。穆清雪，你休要辱我娘亲！她若非大狐妹子，怎能教出你这勾引太子的小狐妹子？勾引？太子是我勾引的？江婉哥，你当真是厚颜无耻至极！为了勾引太子，竟然带着两个小的一同侍奉。你以为这样就能顺理成章进入太子府了？有我这个太子妃在，你想都别想！你胡说！我江婉哥断然不会给太子做妾！什么？你是想夺了我这个太子妃之位不成？今日我定要狠狠教训你！给我动手！好啊，你还敢还手？你是跟太子殿下睡了一晚就能恃宠而骄了？我要你这个淫妇不得好死，到地下跟你的短命父兄娘亲团聚！你休要再辱我家人！上！穆清雪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江婉哥，你疯了！我可是未来太子妃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会善罢甘休的是我，跟沈慈州算账，等我建功立业。跟你这个辱我满门的刁妇算账，我一刻都等不了。走！今日召诸位爱卿是要宣布一件大喜事。明日太子大婚，确实是我大梁朝的喜事。太子和穆将军之妹实属郎才女貌，相信不日就为皇上诞下皇孙。有储君如此，我大梁朝理当千秋万代呀！恭喜皇上！各位大人抬举了，我大梁朝有父皇如此明君，方为大喜，故又怎敢与旭日争辉？父皇，儿臣斗胆猜测，这喜事与边疆有关。没错，
朕已经定下驰援边疆的平乱元帅一职。元帅已定，四王爷不再孤立无援了。朕已经定下。陛下，陛下，清雪，哎，他们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不知道啊。陛下，求陛下为臣女做主。婉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穆清雪带人砸了我江氏祠堂，还请陛下依照律令将穆清雪下狱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臣女禀父皇，清雪从小知书达理，誉满京城，绝对不会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。臣也愿为小妹做担保。我江家从上到下所有的仆从都能作证。江家的仆人自然听从江婉哥的说辞，他们的证词不能算。那我江家如今祠堂一片狼藉，可是铁证。那也不可能是清雪所做。太子的意思是，我江婉哥为了构陷穆清雪，砸了自家祠堂。荒唐！婉哥有何理由会这样做？父皇，江婉哥完全有理由这么做。他爱慕儿臣多年，昨夜他还厚颜过来勾引，欲求太子妃之位被拒。今日恼羞成怒，倒打一耙，有何不可？沈思舟，您又在这颠倒黑白。皇上，江婉哥倾慕并勾引太子，确有其事。小女昨晚上在灯会上也可以作证。皇上，穆清雪是未来太子妃，她被江婉哥打成这样，理应重罚。重罚！你们，原来你们是紫嫣和迎春的爹爹，一个把女儿送作别人当玩物的无耻之徒，原来早就与你狼狈为奸了。江婉哥，你是斗不过姑的，姑劝你做个聪明人，认下构陷清雪的罪名，姑会为你向父皇求情，从轻发落。沈思舟，你是真的不把王法放在眼里啊？王法？姑就是王法。你再三闹事，不就是因为妾室的身份不好吗？姑封你个侧妃，如何？沈思舟，你还真是卑鄙无耻！你志得意满，以为自己地位永固，那我今天就要你尝尝美梦破碎的滋味。陛下，臣女还有一证，请陛下恩准。准。宣政务入殿。宣政务入殿。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此乃是朕赐给将军府之物。正是。10年前，我父兄先后殉过，我娘亲闻讯悲壮殉情，临死前立下遗愿，要与我父兄合葬。我带着家仆策马千里，找回父兄尸骨，自此方才一家团圆。皇上感念我江家事迹，御赐匾额，忠孝满门。这个忠是我的父兄，而这个孝字是嘉奖我江婉哥的。而太子如今却认定我江婉哥会因争风吃醋而打砸自家祠堂。太子，你可知自己是在忤逆圣上？姑不是这个意思。天下将士，谁人念及我父兄，不感叹一句忠义双全？而你身为太子，竟公然偏私辱没先烈的太子妃。太子，你就不怕寒了边关将士们的心吗？江婉哥所言非虚，太子真是凉薄。这事传出去，只怕军心难保啊！是啊，你真是巧舌如簧。巧舌如簧的到底是谁？太子妃犯下大错，你非但不以身作则，还出言包庇太子妃。
你令朕很失望。父皇，来人，把穆清雪拖下去，先行鞭刑30，再押入大牢。太子兄长，救我！父皇，清雪身娇肉贵，万万受不了鞭刑之苦啊！糊涂！难道军心对你而言，还不如一个穆清雪重要？我哪里不知道军心重要？我是怕得罪了穆清风，之前的如意算盘白打了。拉下去！太子兄长，爹娘，我总算为你们出了这口气。救我！但沈慈州才是罪魁祸首，待女儿建功立业之后，定会找他算账。皇上且慢，皇上，清雪固然有错，但她身子娇弱，臣愿意辞官，代为受过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穆将军要请辞？此事一出，恐怕三军难保啊！眼下边疆战事频起，穆将军怎能辞官呀？穆清风要是辞官，我岂不是白娶了穆清雪吗？不行，我要阻止他。穆将军，你是在威胁谁是吗？不敢，臣只是想保护妹妹罢了。穆清风，你莫不是以为朕难道没有你，朕就不行吗？朕早就已经……父皇，要罚就罚儿臣吧，儿臣愿意为清雪鞭刑30。这不可能吧？太子，你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吗？太子，此言当真？当真。这样穆将军也不用辞官，而且父皇也能给江婉哥一个交代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更重要的是，孤受点皮肉之苦，穆家人更会对孤死心塌地。婉哥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婉哥，你就答应了吧，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发泄出来吗？孤和清雪夫妻同心，罚孤罚清雪，有何不同？好一个夫妻同心，就怕你受不住。陛下，臣女同意了。好，那朕就判太子代穆清雪领鞭刑30，行刑。皇上，太子乃万金之躯，奴才不敢妄动啊！父皇，我们就不要为难仆从了，不如我们从大殿里寻找行刑之人。多谢太子，太子体谅兵士，有王者风范啊！哭着苦肉计可算做到位了。王者风范，原来你主动受刑是算准了无人敢打太子。那让谁来行刑呢？皇上，臣乃文官呐。皇上，臣手腕有伤。孤乃未来之主，百官怎敢得罪？这场戏断然只有穆将军能配合我演一演了。臣愿替陛下解忧。好，那便交给将军了。江婉哥，你满盘皆输，斗不过孤我。江婉哥，你要做什么？陛下可还记得，还欠臣女一个赏赐。赏赐？不错，你可有想要的了？臣女想要的是亲自对太子行刑。赏赐？江婉哥，你何时得到过赏赐？皇上，您曾经跟臣女说过，只要是臣女想要的赏赐，不管什么都可以。这件事情应该也不例外吧？自然是不例外。但是你确定只要这些？黄金万两，良田美宅，甚至还有爵位，朕都可以给你。江婉哥竟然得到了如此赏赐，万一他要求皇上取消此婚，岂不是大麻烦？皇上，臣女所愿唯有此事，求皇上恩准。婉哥力能扛鼎，他30鞭下去，太子怕是性命难保啊！朕要劝一劝婉哥。其实，父皇，请答应江婉哥，儿臣与江婉哥
本来就有私怨，清雪也是因为这些才会做出辱没忠烈之事。儿臣愿意以这30鞭刑了结私怨，平息事端。你听朕一言。父皇，快下旨，让姜婉哥鞭打儿臣吧。姜婉哥这白痴，将父皇的赏赐浪费在这种私怨上，实在是头发长见识短呢。我绝对不能给他反悔的机会。太子，你可知道朕是在……父皇厚爱，儿臣自然知道。但是儿臣今日不接这30鞭刑，恐怕难以平息事端，请父皇恩准，让儿臣替父皇分忧啊！太子如此心诚，还请皇上恩准。好啊，沈慈州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朕准了。太子，我看他手上还是有几分功夫。太子，姜婉哥毕竟也是将门之后，这30鞭下去，你可身受重创。不必担心，孤的武功虽然不比穆将军，但比姜婉哥可是强上不少。孤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看着清雪受刑的。太子，你对清雪情深意重，臣必定肝脑涂地。太子，行刑之后，清雪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王哥，太子虽然不孝，但毕竟是朕的儿子，还希望你手下留情。既然皇上求情，我也不能让皇上难堪。皇上，不必。父皇，儿臣替清雪受这30鞭刑，正好也与姜婉哥了结恩怨，不必留情。这皮肉之苦，儿臣受得了。你呀，真不知好歹。好，那朕就由你去吧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女就不手下留情了。那么，请吧。太子咬着这根铁棍，以免咬伤舌头。这不必，孤不需要这种东西。这铁棒都被抽断了。这姜婉哥功夫竟如此了得，一鞭下去断筋裂石，姜婉哥堪称本朝第1猛将了。那穆将军跟他相比，岂非匹夫撼树？姜婉哥，你什么时候武功如此了得？太子殿下，刚刚你不还要我不能留情吗？这才是第1鞭。姜婉哥，你这是欺君犯上，谋害太子！父皇，救救儿臣！皇上，姜姑娘如此神武，这一鞭子下去，只怕太子性命难保啊！你当朕不知啊？只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。况且婉哥如今是我大梁希望，他心中积怨不去，朕怎能放心？沈慈州，用你这顿打，换我大梁国泰民安，他值？给朕站好了，站好了！儿臣不想死啊！第3鞭，打你无耻下流；第4鞭，打你攻于心计；第5鞭，打你包庇偏私；第6鞭。婉哥功夫果然了得，30鞭下去，还是要违命啊！我待看看。这1鞭，算了，我懒得骂你，就打。太子，太子，皇上不能再打了，太子殿下已经晕过去了。皇上不能再打了，不能打了，皇上！确实不能再打了，不能再打了，皇上！
穆家狂妄自大，太子识人不清，为时是该当。今口预言既出，朕断不能自食其言。此事要看婉哥的意思。江姑娘，求您网开一面。陛下，太子毕竟是储君，臣女愿意暂且收编。江家教女有方了，婉哥武功卓绝，还进出有度，是边关将士的福气。那余下的22鞭，来日方长，余下那22鞭，臣女日后再补。江文哥，你太狠心了。就按婉哥说的办吧。今天就到这儿，都不要耽误明天的大事。退朝，恭送皇上。江文哥，你真是可怕又可悲。怕就对了。但我有什么可悲的？刚刚在大殿出尽洋相的，又不是我。江文哥，妹妹，何须与他多言？他不过是逞一时之快罢了。江婉哥始终是太子不要的弃物。待明日你成了太子妃，为兄受封大元帅出征，这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属于你和太子。看到小姐如此英姿，奴婢忍不住想起老爷。小姐您定要让将军府重拾辉煌。是啊，小姐，是啊。小婶放心，婉哥此去，定不让爹爹和兄长于九泉之下蒙羞，也要让太子付出代价。皇上，封帅圣旨已经准备妥当。去将军府。诺。沈慈州，太子殿下今日大婚，何故出现在此了？连穆将军都在。今日我妹妹成亲，本帅将挂帅出征，双喜临门，自然要热闹。江婉哥，你我本是青梅竹马，又有肌肤之亲，今日姑大婚，过来讨几份贺礼，不过分吧？你还有脸讨要贺礼？你欺骗我们家小姐！我说你们这些下人，也敢顶撞姑？等姑荣登大宝之后，你们猜姑会怎么对付你们？太子殿下与我有怨，只管将矛盾对准我，不要为难将军府其他人。而且太子是不是忘我？自己还欠我22鞭。笑什么笑？再笑我就斩了你们！江婉哥，你别太猖狂，待会儿圣旨一到，我封为出征大元帅，将军府邸都是我的，到时候我定会让你3拜9叩，给太子谢罪。如若不从，军法处置。千万哥，怕了吧？啊，这将军府里无将军，不如你赶紧认输，来我府里混口饭吃。不过这次你呀，当不了妾室了，不如当个通房丫鬟也好啊。你们，江婶不必与他们置气，届时圣旨一到，自然会见分晓。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穆兄，你也抓紧时间回府等候圣旨吧，以免误了大事。好，太子。
告辞。圣旨到，圣旨到。皇上宣旨，圣旨怎么会来这儿？难不成？参见陛下。圣旨到，各位怎么还不下马跪接？是。穆兄，姑知道了，父皇肯定是知道你随我接亲了，竟然追到了这个位置，看来父皇对穆兄寄予厚望。皇上如此厚望，本帅定不会辜负的。太子放心，找到机会，臣定会除掉江家。江晚哥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是什么阵仗？太子将军竟然齐聚将军府！回皇上，太子殿下伤势未愈，这条路近一点啊。是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臣随太子接亲，因而令皇上绕行，臣罪该万死。令朕绕行也罢，那你们就一并听着，也免得朕再传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封江晚歌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率军出征，助四王爷平乱。臣领此臣什么？领旨。被姑弃如敝履的江晚歌竟然才是大元帅，这怎么回事？父亲，这江晚歌他一介女流，怎能配得上大元帅？儿臣不解。不解？晚歌武功盖世，饱读兵书，如今继承父兄遗志，出征边疆，正是振奋人心的佳话。你有何不满的吗？儿臣失言了，速向将军谢罪。江元帅，是姑失言了，请见谅。陛下，时候不早了，臣女该出征了。好。江晚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太子莫怕，臣女即将出征，有一些话想送给太子。什么话？除了这22鞭，那一墙的簪子，晚歌永世难忘。这笔账，等我出征归来，必定百倍讨望。那一墙簪子是何意？啊，父皇，是儿臣司库里面有一些珠宝，大元帅看上了，待大元帅凯旋之际，儿臣全部送给他。太子，你的言行令朕很失望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恭送陛下。江晚歌，姑与你不共戴天。太子，太子稍安勿躁，战场刀剑不长眼，多的是机会。穆将军，去给本帅把马牵来。遵命。出征！王爷，请落座，汇报军情。王爷、元帅，我军连战连胜，敌军悉数已尽了。好，这全是元帅的功劳。末将还记得昨日元帅以一敌百，杀个7进7出的疯子。不像有些人在阵上丢盔弃甲，若非元帅，早就做了刀下鬼了吧？好了，大家也辛苦了，早点下去歇息吧。是。王爷，有事儿？元帅，我军即将大胜，为何您仍旧郁郁寡欢？原来王爷看出来了。王爷，你我在战场中这几个月生死与共，本帅能信你吗？
生死之交，自然可信。本帅是在担忧大梁朝的未来，如今外患已除，而这内里的麻烦，只怕是会更加棘手。难道是太子原形毕露了？看来王爷也听说了太子奸淫民女的事。奸淫民女？看来四王爷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但也不算意外。我这六弟表面谦卑，实则狂悖。之前在京城，就因为他胡作非为，收拾了他几次。只是他贵为太子，又擅长在父皇面前做表面功夫。想来我一离京，便无人管控他，他更加变本加厉。王爷，此番我们得胜还朝，你可愿意助本帅一臂之力？元帅是要扳倒太子？如果可以的话。元帅，我冒昧地问一句，为何对此事如此上心？要知道扳倒太子，稍有不慎，那是满盘皆输啊！元帅，是我冒昧了。这天下女子相较男子而言，本就活得艰难。元帅身为女子表率，愿为他们付出，那自然是理所当然。元帅，我一定会竭力相助。四王爷大恩，本帅定会终身铭记。太子殿下，前线来信，快说！前线连战得胜，大军即将凯旋。完了，孤爱盼着全军覆没，怎么会赢呢？太子，我兄长还在军中，你怎能盼着全军覆没？废话，若不是你兄长那个废物让江晚阁夺去了帅位，孤又怎么会如此狼狈？孤之所以如此，皆是为你我将来担忧啊。江晚阁和我已经结了仇，你又不是不知，等他凯旋回来之际，你我二人又有立足之地吗？可是他已得胜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有。什么？你这就给你兄长去密信，让他于军中刺杀江晚阁。太子，刺杀元帅，此乃叛国死罪。哼，这失败了是死罪，成功了便是功臣。你想想，边境之战已经大获全胜，这江晚阁一死，一半的功劳都算在你兄长身上。他凯旋归来之际，你我二人便再无后顾之忧。太子，但是这始终是叛国，我兄长只怕……清雪，你兄妹感情深厚，孤看在眼里。你想想，你兄长一定不会拒绝的啊！太子，不如我们还是从长计议。穆清雪，孤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写啊！写，给我继续写。来人，在，将此密信派人加急送给穆将军，切勿走漏消息。是。清雪，这封信的恩情，孤永生不忘。待孤继位，必许你一世荣华。大元帅进城了！大元帅回来了！是元帅凯旋了！凯旋了！咋了？快去看看呐！大军都要进城了，为什么你兄长迟迟没有回信啊？他是没有刺杀江晚阁，还是失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太子，你弄疼我了！你就知道哭，哭有什么用？等江晚阁进城之后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殿下，没有事就说，孤正烦着呢。
殿下，大军已经进城了。这还用你说？孤就是为这个事情所烦心。殿下，非也，属下来报，是因为进城的大军当中不见江万哥的身影，将军之中只有穆将军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属下已多次确认，确实没有江万哥的身影。好，穆兄果然没有辜负孤的厚望，这成功刺杀了江晚哥。哎，清雪，起来。是你和穆兄帮了孤大忙，待孤登基之后，你就是孤的皇后。谢太子殿下。走，随孤一起出去迎接穆将军。是，殿下。恭喜大军得胜归来！恭喜元帅！真威风啊！穆兄是何等的威风啊！太子，穆兄率领大军收下边疆，恭喜！太子殿下，这江晚哥江大元帅呢？啊，是不是战死沙场啊？太子殿下，元帅之事其实我都知道了。喂，死的理所应当啊！待会儿给孤好好讲讲他是怎么死的啊！太子殿下好雅兴啊！太子殿下能否跟本帅说说，本帅是如何战死的？江晚哥，你没有死。太子殿下似乎对我没死很不高兴啊。穆清风这个废物，真是枉费孤的厚望。怎么会？江大元帅乃是我国家公骨，而且孤乃储君，江大元帅没有事，孤高兴得很呢。那太子殿下刚刚为何说本帅已经死了？啊，刚刚孤未看到江大元帅在大军之前，所以有所猜测。哦，说来也巧，本帅入城之前，居然有刺客要刺杀本帅。啊，还有这种事啊？没错，本帅率队追击，这才劳烦穆将军率军先行。没想到招致这天大的误会，是本帅错怪太子了。啊，对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。不过太子似乎对本帅遇刺一事并不感到惊讶，再联想到本帅前脚遇刺，太子后脚就断言本帅之死，这个刺客该不会是你派的吧？江晚哥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孤乃储君，为何要派刺客刺杀自己的大元帅呢？太子殿下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似乎已经将我出征前的举语忘得一干二净。你我之间是有矛盾，但是孤又怎会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？你要编排孤，可是要讲证据。证据？眼下没有。江晚哥，你没证据还敢编排？你虽然是大元帅，孤也要在父皇面前参你一本。太子殿下高兴的是不是早一些？我说的是眼下没有，又不代表永远不会有。等我们将抓到的刺客关起来，好好拷问一下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你们抓到哪个刺客了？太子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拷问一下？孤，江元帅，公公，是皇上派你来传召的。是，皇上召你速速入宫。江元帅，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咱家呀。公公说笑了，那本帅稍作安排，之后就随你走。元帅，整军和看守刺客一事就交由本王负责。至于拷问一事，等元帅面圣之后再做定论。那就有劳将军了。全军听令，前往京师教场就地驻扎。
至于穆将军，似乎跟太子有话讲，那便留下来吧。走。他们真的抓到刺客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刺客出逃，江元帅派兵去捉拿刺客。看他们的态度，好像已经定你我二人为头等嫌疑人。他们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只怕此事对我们不利啊！真该死！穆兄，你派出的刺客如此轻率啊！这刺杀失败之后，为何不自杀？太子殿下，此刻是争吵的时候。穆兄说的对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斩草除根！太子殿下，不可！众目睽睽之下杀死刺客，这岂非是加重你我的嫌疑？穆兄愚蠢啊！杀死刺客，孤只是加重嫌疑，但刺客不死，那就是铁证如山，你我二人难逃啊！太子所言极是，不过江晚哥必定会派重兵把守刺客，但凭你我二人如何闯得进去？怕什么？孤乃太子，谁敢阻拦？穆兄，我们必须在江晚哥出宫之前查出消息，把刺客给杀了，否则江晚哥一旦出宫，我们就有天大的麻烦了。臣必定竭尽全力。元帅有令，一劳众地，不得擅闯。孤乃太子，谁敢拦孤？滚开！谁敢阻拦太子，杀无赦！这刺客就在这里面。是我军中心腹打探到的，绝对没错。不要怪孤心狠，你本就该死。完事就走吧。不对，杯子是空的，我们上当了。怎么是空的？快进里面！快点！快走！抓住他！孤是当朝太子，谁敢动孤，找死！穆兄，我们走。你这狗奴才，你敢碰孤！不要，他竟是这招式，难道你是？你越发不像话了，六弟。四皇兄，臣女参见陛下。江元帅，快请起。谢陛下。江元帅此次远征，立下大功，实乃我朝股肱之臣。思来想去，朕还不知道赏你什么是好啊！陛下，此次远征非臣女一人之功，而是众将士合力所成。臣女恳请皇上大赏全军。好，江元帅爱兵如子，朕自当满足。传朕旨意，赏全军将士100金。谢皇上恩典。放开孤！放开！何人在殿外喧哗？放开！放开！儿臣参见父皇。老四，你怎么这般模样？还有，你为何押着太子和穆将军上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仓促回朝，无暇顾及仪表，还望父皇恕罪。至于太子和穆清风，他们有刺杀元帅的重大嫌疑，故将他们押于大殿之上，还望父皇秉公处置。什么？老四，你知道你指控的乃叛国大罪吗？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这样？儿臣知道，儿臣深知六弟与江元帅积怨颇深，儿臣也不愿相信
六弟会做出如此胆大妄为之事。可眼下铁证如山，儿臣作为军中一员和六弟的皇兄，于公于私，只能将他绳之于法。你们谁来给朕说清楚来龙去脉啊？陛下，此事由臣女而起，就由臣女亲自说明吧。我们率大军入城之际，有刺客刺杀臣女未遂，臣女率队追击，没想到那刺客慌不择路，竟然服毒自杀。臣女和四王爷为逼出幕后主使，设下迷局，宣扬刺客落网，我们将进行拷问。想必那幕后主谋为了掩盖真相，定然会去斩草除根。只是臣女也没有想到，逼出来的人竟然是太子和穆将军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呀？太子，你又作何解释？父皇，儿臣六弟，你现在人赃并获，堂堂太子，若非心虚，何故闯地牢？愚兄劝你，还是不要犯下欺君之。太子，你给朕如实招来，否则不要怪朕不顾父子之情。儿臣知罪。倒是没想到沈慈州这么干脆就认罪了。老六奸诈，其中未必没有内情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堂堂太子竟敢刺杀大梁元帅，你此种行为与那义贼何异？来人！父皇，儿臣所犯之罪，并不是指刺杀江元帅，而是狱内不严。狱内不严？太子，这跟臣们有何干？太子，此言何意？父皇，刺杀江元帅的幕后主谋，实乃太子妃穆清雪。太子，荒唐！太子妃为何要刺杀江元帅？六弟，江元帅和太子妃互不相干，为何他要犯天下之大不韪，刺杀元帅？四皇兄，你久居边疆，有所不知。清雪与江元帅实为情敌，都与孤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。沈慈州，你还真是无耻！父皇，清雪知道儿臣放不下挽歌，但挽歌出征前后，清雪的嫉妒之情日益增加。待到大军凯旋之际，儿臣誓言说要娶江元帅为侧妃，清雪勃然大怒。但是儿臣也没想到，清雪竟然派人亲笔给穆将军写信，让他刺杀江元帅。他所做之事，儿臣浑然蒙在鼓里。太子，你不过是想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太子妃身上。倘若此事真是太子妃所为，你为什么会跟着穆将军去闯地牢杀刺客？元帅，此言差矣，孤并非去杀刺客，而是想去问个明白，此事到底与我的皇妃有何干系？孤只是不愿相信，只是想救自己心爱的女人。父皇，你要罚便罚，儿臣认了。但是儿臣绝对不是卖国逆贼，只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痴人罢了。说起来，当初穆清雪也是争风吃醋，听到说他打到江氏祠堂的糗事来。当初太子还为他挨了元帅的鞭子，差点一命呜呼。这么看来，太子所言非虚啊！太子至情至性，有望成为人君。皇上，切莫听信太子一面之词。刺杀之事，实则太子是主谋。他怕元帅回城之时对他造成威胁，便借此逼迫臣妹给臣写封密信，要臣刺杀江元帅。臣甘愿受罚。清雪是无辜的，他才是被情所困之人。皇上明察。穆兄，你我都是为了袒护清雪，又何必互相撕咬呢？沈慈州，清雪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这个狼心狗肺之徒。够了！你看看你们两个，你一言我一句，
连个证据都没有。朕只能将你们二人一并下狱。父皇，儿臣有证据，能证明儿臣所说句句属实。请父皇派人搜一下穆将军的身上，他身上应该还有穆清雪的亲笔信，可以为儿臣佐证。好，搜。皇上，穆清风，这封密信字字句句都表明，整件事都跟太子无关，是穆清雪心怀妒忌，才让你这个兄长刺杀江元帅，避免他凯旋后对太子妃的位置有所威胁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是这样的，皇上，这封信绝非是清雪写给臣的密信。清雪写给臣的密信，臣早就毁了。臣怎么可能做出将叛国罪证随身携带在身上的蠢事？所以这封信是……我没事，正事要紧，回家休息。沈慈仲，你早就算计好了，你要拉我和清雪给你垫背。来人，快来人！你，陛下，与其听他们争辩，不如把太子妃请到堂上来对质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臣女方才已经派人去请。江元帅此言有理。沈慈仲，你如此加害我和清雪，难道你觉得清雪上殿之后还会偏护着你吗？元帅，太子妃请到了。快去把人带上来。元帅，当真要他上殿，属下怕惊扰了皇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朕还怕他不成？一个小小的太子妃，速将他请上来，当庭对质。臣领命。这是这是陛下，太子妃到。陛下，臣赶到太子府上时，太子妃已经服毒死去多时了。什么？太子妃死了？太子妃竟然死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是这样？太子妃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清雪，清雪，你醒醒！清雪，清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为自己自杀呀，清雪？来人，将太子拉开！清雪，是姑的问题，姑对不起你，清雪。姑不应该娶那个女人做侧王妃，姑的错，姑害死了你，我也活不了了。清雪，你死了，姑也下去陪你。快阻止太子！沈思周，你堂堂太子，怎可做出殉情之事？真是荒唐！穆清雪铸成大错，你身为其夫君，理应活着代其赎罪才是。太可怜了，确实用情至深。殿下放心，臣必定竭尽全力。我没事，正事要紧，您先请。密信如何？太子，这封密信已经塞到穆将军身上。这样，趁着穆清风以为我们真的要去杀刺客，我们抓紧时间回府，万一他察觉可就麻烦了。是。
太子，兄长他们成功了吗？失败了，而且派出去的刺客落入江晚歌手中了。孤和你的兄长就再无活路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子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孤确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孤需要你的帮忙。太子请讲，无论是什么忙，我都愿意帮。清雪，孤需要你去死。什么？你不要再胡说了！这为你死了，孤才能将所有的罪责推卸到你的身上。孤答应你，孤只要能独善其身，孤保你的兄长不死，这样你爱的2个男人都能久活于世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清雪，我们曾经发誓，你为孤而死，岂非心之所愿？吃毒药，无色无味，你会死得很轻松的。清雪，下辈子再做夫妻好了。下辈子，你可不要再饶一个输给江晚歌的废物兄长了。喝了他，喝了他！父皇，儿臣愿意替清雪赎罪。子昭，是你杀了清雪，是你杀了清雪！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沈子昭，你杀了清雪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这就怎么了？这是这样，这不就是怎么了？穆将军，穆将军，穆将军，元帅，不要放过他！快传御医，他绝对不能有事。快呀！清雪，清雪，想一想。没气了。你可是大将军，这么小的一个刀口，你怎么就死了？死了？这怎么就死了？匕首上有毒，穆将军是被毒死的。匕首上有毒。沈子昭，你打从一开始你就计划好了，就准备好杀人灭口了。他们可是你的妻子跟穆兄，你这么做还有一点点人性吗？啊！主帅，你个禽兽！孤也知道他是我的妻子，是我的穆兄，孤怎么可能这么做呀？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别冲动，江元帅，你失态了。圣上，太子堂而皇之杀人灭口，显然是早有盘算，否则怎么会随身携带有毒的匕首？父皇，儿臣身为储君，身上带一把有毒的匕首，防备刺客，有何不可？皇上英明，定不会因为太子这种借口而被蒙骗。那江元帅的意思就是，父皇不信任我，就是不英明。你们吵够了没有？在你们眼中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臣不敢。刺杀江元帅一事，朕已有定夺。太子，朕认定此事于你，此事于你，无关
但你狱内不严，放纵穆清雪及其兄长穆清风胡作非为，仅因争风吃醋，犯下了刺杀我朝元帅的叛国大罪，罚你闭门思过1年。是，儿臣知罪。退朝。退朝。恭喜太子洗刷冤屈。姜婉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即便你可以立下赫赫大功，父皇始终还是站在孤这边。沈慈州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！元帅，莫要出！王爷，你不要拦我！一定要杀了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，否则他日登基只会是个生灵涂炭的暴君！元帅，元帅！沈慈州，还不快走！我可拦不住他。多谢四皇兄。哼。元帅，你先行回府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向父皇讨一个公道。请相信我。那就有劳了。父皇，请听儿臣一言。今日的6弟作为实在是……老四，你以为朕是老糊涂了？不知道太子刚刚那句说辞多么漏洞百出。既然父皇知道，为何还……不然呢？难道你让朕废太子，让我大梁朝覆灭？父皇膝下子女成群，即便废了6弟，也不至于后继无人吧？不至于。除去你和你的6弟，你的其他弟兄只会贪图享乐，都是蠢笨愚钝。慈州虽然心狠手辣，但心狠手辣对于帝王而言也绝非缺点。你看看你现在的这副模样，哪还有半点京城第一美男子的样子？朕昔日更看好你，你心里明白，你却特意躲到边疆，如今你却厚颜要朕为公道，为姜婉哥废太子。老四啊，废太子一事不在朕，在你。好好想想吧。姜元帅，且慢。沈慈州，哼，方才四王爷阻拦，你这才得以抽身，没想到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你找死！姑确实欠你20鞭，你要等姑的话，姑理应是等不了。不过此事你应该奏明父皇，得到批准，否则你这便是加害储君，这可是死罪。沈慈州，你当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哥儿，姑本以为你看到穆清雪死会高兴呢。为什么要高兴？当初你心心念念想嫁给姑做太子妃，这穆清雪一死，姑的太子妃的位置不就空了出来？岂不是你我正续前缘的天赐良机？沈慈州，你真是让我恶心！姜婉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姑愿意给你这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，你竟然不珍惜，将来别后悔。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到底会不会后悔。今日之仇，姑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呸！无耻之徒，我姜婉哥才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这6弟确实无耻至极。四王爷，皇上回心转意了吗？皇上竟如此偏私，做人这般无耻之人，我真后悔率军远征。我早知道。元帅，下面的话
为将军府上下考虑，可不要再说了。难道真的拿沈慈州没有办法？其实还有一个转机。什么转机？什么转机？王爷，快说！要废除太子，无非就是给父皇另外一个太子人选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本王去争太子之位，如果本王胜出，那六弟自然是砧板上的肉了。我倒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招。只是我素来听闻，王爷当初就是为了逃避兄弟相残，这才主动请缨去边疆驻守。本王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你的一个公道。江元帅，你我在战场上生死相托，已是挚友。太子刺杀你未遂，本王一定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况且太子如此品性，恐难任大统，否则天下定会大乱。原来如此。那江元帅能否帮助本王争夺太子之位？自当竭力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条件？我还以为元帅会满口答应。也罢，元帅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，只要本王力所能及，一定满足。那我就说了，我是希望王爷能够什么？我是希望王爷能够什么？刮一刮胡子。什么？方才的玩笑话，王爷莫要放在心上。只是王爷久居边关，如今要争太子之位，定得让京中那些人看到一个比沈慈州更有皇家风范的人。说的有道理。那元帅的条件，本王一定满足。看人间烟火，欣赏就不得。这一程一程，恍若一朝暮。纵天下倾覆，来世再相互。一生一诺，情深又怎能不负？元帅觉得本王如今可有皇家风范？没有，王爷让我大喜过望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王爷如此风姿，不愧是京中第一美男子。江晚歌，你不是没见过世面的闺中小姐，怎么这么失态？既然元帅满意，想必元帅愿意助本王一臂之力，争夺太子之位了。臣定当竭力。元帅，不用有这么多虚礼。王爷风姿过人，又留下赫赫战功，要赢过那沈慈州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看来元帅不懂我皇家内情，眼下本王是否能留在京中，都是未知之数。明日上朝，颇多凶险呐。王爷为何不能留在京中？明日上朝，元帅就知道了。元帅切记，明日不要跟太子发生冲突，一切都交由本王处理。好，我自当配合。启禀父皇，儿臣有要事要奏。不急，今日还有2人要上朝。见。四王爷好风姿啊，难怪说四王爷是京中第一美男子。所言非虚。儿臣臣女参见父皇。参见陛下。快平身。谢父皇。很好，这才像样嘛。启禀父皇，儿臣所报之事，正是与四皇兄有关。
四皇兄驻京多日，理应率军队离去，镇守边疆。太子此言差矣。四王爷不过回京数日，怎能算得上日久？按照祖制，立下储君之后，各位皇子理应回到自己封地，无事不能进京。四皇兄能留京数日，已是看到军功的份上。再逗留下去的话，恐怕不妥。你，太子所言有理，祖制不可违。四王爷确实应该择日离京了。臣附议。父皇，儿臣恳求留在京中，还望父皇恩准。四皇兄，你可知公然违反祖制，下场视为谋逆？自然知道，违背祖制，视为谋逆。四皇兄还要明知故犯吗？父皇，儿臣年少离京，驻守边疆已有10余年载。如今儿臣思乡心切，还望能留在京中陪伴父皇左右，望父皇恩准。满口胡言！你这是想陪伴父皇，还是觊觎那皇位？太子，朕还不需要你越俎代庖。是，儿臣逾越了。老四，你敢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，想必一定是有备而来。说说你有什么打算？知子莫若父，倘若父皇恩准儿臣留在京城，儿臣愿意卸下一切官职，交出一切兵权，乃至皇子的身份，我会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陪伴父皇左右。王爷，您放弃一切，交出兵权，成为布衣，我们怎么争？元帅放心，相信本王。老四，此话当真？当真，还望父皇恩准。四皇兄这是要做什么？孤看不透。太子意下如何？啊？什么？啊，儿臣自始认为，朕问你意见，你就说你的意见，朕不需要你搪塞啊。是。四皇兄留京肯定是有所图，但他归还兵权便做布衣，日后就不能在府上驻军守备，要刺杀他就易如反掌了。哼，四皇兄是人中龙凤，他活着就终归是孤的危险。不若孤顺水推舟成全他，择日将他杀死，到时候就再无人能阻拦孤登基了。太子，还没有考虑好？啊，儿臣考虑好了。儿臣想好了，方才儿臣是被四皇兄的孝道所感动，才迟迟不语。儿臣认为百善孝为先，四皇兄的请求，儿臣自然是支持的。感谢六弟对本王鼎力相助。你我本是兄弟，我理应支持。好，既然太子同意，那朕就准了。老四，你放下兵权，变作布衣，依然可以居住在王府之中，但不能驻军守备，一切都应有布衣的样子。父皇，儿臣出宫便遣散府上驻军，留下3、5个侍卫即可。3、5个侍卫？四皇兄，你死定了！沈思舟肯定在打什么算盘。四王爷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老四，没有其他事了？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相求。你看看，朕就知道。说说看。儿臣请求父皇赐婚，儿臣愿娶大元帅江婉歌为妻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要娶我？看来江元帅也没有料到老四你竟会有如此请求。这是自然，儿臣对江元帅
乃是单相思，所以儿臣斗胆于殿前，请求父皇赐婚。我明白了，姜婉哥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你要是娶了她，不就是将交出来的兵权又拿回去了吗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，父皇万万不可答应四皇兄的请求，他这是……只再说一次，这不需要你越俎代庖。是，儿臣逾越了。姜元帅也并非寻常女子，朕不会轻易为她赐婚，还需要看他本人意见。这是自然。姜元帅，本王不对，眼下我乃一介布衣。姜元帅，你是否愿意成为我沈慈谦的妻子？莫要跟太子发生冲突，一切都交由本王处理。我自当配合，我愿意。既然如此，朕乐于成人之美。老四，婉哥，朕今日就为你二人赐婚，月内成亲。儿臣谢陛下，谢过父皇。好了，散朝。散朝。恭喜王爷！王爷，你到底……元帅，眼下我乃布衣，更是你的未婚夫，你就叫我慈谦吧。慈谦，你到底……沈慈谦，姜婉哥，姜婉哥，难怪你对我如此做作。你跟沈慈谦早就在边疆之时珠胎暗结，你就是个淫妇。沈慈州，你……沈慈谦，你敢打过太子不服，不妨再去皇帝面前理论一番。你别太得意，我定将让你们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！哼！慈谦，多谢你为我出手。保护自己的未婚妻，岂非理所当然？慈谦，你到底是如何打算的？此处人多眼杂，不如到我府上一叙。王爷，婉哥，你又叫错了啊，确实没有那么快习惯。慈谦，那你快告诉我你接下来的计划。今日我向父皇赐婚，主要是因为……这点我知道，这是你争夺太子之位的计划之一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婉哥，你以为我求娶你，全然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吗？不是吗？这正是。你先放弃军权，成为布衣，让太子不能再阻止你留在京中，而后再向我求亲，兵权又回到了你的手中。这一招确实是妙。多谢婉哥赞赏。但是慈谦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我会竭尽全力助你争夺太子之位。区区联姻，你早早向我和盘托出，为了大梁，为了扳倒太子，我自然是会配合的。你不必在大殿上把我也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我正是因为连自己人也瞒着，所以才能出其不意嘛。婉哥，你放心，等你我成婚之后，我会去游说百官，你有军权在手，而我有在宗室的号召力，相信很快就能跟沈慈州分庭抗礼。按照他的个性，大概会选择刺杀我吧。刺杀？对，婉哥莫慌，自然会多加防备，我也有准备。只要他一旦行此险招，
我只要阻止他，他就败了。此前高瞻远瞩，实在是令婉哥佩服。想来扳倒沈慈州，只是时日问题。但愿吧。不过此前等日后扳倒了太子，你就是太子。婉哥在此立誓，绝不会霸占妃位，甚至是后位。只要慈谦成为太子，婉哥立马提出和离，请慈谦放心。婉哥，你要与我和离？慈谦是不满意由我提出和离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没料到你考虑的如此周全。那是自然，我自然得替慈谦的将来考虑啊。如此甚好，届时全看你的意思吧。眼下我们还是要先考虑如何扳倒沈慈州，先将我们的婚事办好吧。慈谦放心，婉哥定不负你厚望。那好，你先回去，我还要遣散府上的诸军，到时候我们再行讨论大婚之事。尽管只是做做样子，但我毕竟生于皇家，还是要做得体面一些。婉哥告辞。婉哥，你在战场时的鞭法，我一眼就认出，正是我赠与将军府的，还以为你知道我的心意，原来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看来你早就把我忘记，又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。小姐，将士，我回来了。小姐，你这次真的让将军府扬眉吐气。你不知道，自打你凯旋，有多少官员来府上送礼呢？是啊，拦也拦不住。现在我们将军府啊，是军中最风光的地方。老爷夫人和少爷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将士，新的祠堂弄好了吗？奴婢岂敢怠慢，早就布置好了，日日香火不断。快带我去。爹，娘，兄长，婉哥总算没有辱没门楣，将军府重振昔日荣光。说起来，婉哥还要特地感激娘亲。若非娘亲为婉哥留下此匾，婉哥也不会潜心练武，在皇上面前一鸣惊人，博取元帅之位。小姐，奴婢有一事不得不向你坦白。什么事？其实，这鞭子并非夫人遗物，而是小姐的聘礼之一。我怎么会有聘礼？将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请随奴婢来。小姐用的鞭子和这镯子是跟这封提亲信放在一起的。这镯子是龙凤镯中的一只，想必另一只在提亲之人手中。奴婢本想告知小姐，但小姐听闻鞭子是从夫人遗物中找到，便误以为是夫人的遗赠。奴婢不忍心打击小姐，便没来得及说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将士你也是好心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这个信拆开过，娘亲看过信，却选择压下未提。小姐，提亲之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他没有署名。不过想必此人对我知之甚深，因为他不仅送了我龙凤镯，还送了我鞭子当做聘礼。只是，到底是谁？夫人既然压下此事不提，想必是觉得此人并非小姐良配。娘亲这么做，定然有她这么做的道理。罢了，都是陈年旧事，何必深究？收起来吧。是。对了，江山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
皇上给我和四王爷赐了婚，约定就要成婚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奴婢听闻四王爷乃京中第一美男子，要在边疆一起并肩作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想必跟小姐是极其般配的。这件事情其实有些内情。什么？是一场假联姻？不过还是得当成喜事来办。你要吩咐下去，让下人们好好筹备，千万不能让外面的人看出半点马脚。是，奴婢一定办好。小姐，四王爷派人来了，说是来送聘礼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是王爷让你来送聘礼的吗？正是。王爷，婉哥，你又叫错了。慈谦。你怎么亲自来了？送聘礼这种事情，不是下人来就好了吗？眼下我府上的驻军已经撤掉，只留下几个老奴和侍卫，哪还有这么大的排场？况且我亲自来，方显诚意。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当，有些寒酸，还请婉哥见谅。慈谦，你有心就好了，只是金银财宝我也不缺了。婉哥，我已经将家里的田地悉数典当，只换了些许薄银。我准备带你去京中最贵的金满楼挑些首饰。慈谦，你何必如此破费呢？我们明明……婉哥，请不要拒绝我。那就都依你。婉哥，我们走吧。看来小姐对自己和四王爷的心意都还不自知，这婚事啊，怕是要成真。我们走吧。站住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金满楼今儿个被太子殿下给包场了，显然不得擅入。太子包场？哟，这不是变作布衣的沈慈谦吗？今日来这金满楼是来买金器首饰的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楼姑包了。既然太子殿下包场了，那我们就择日再来便是。婉哥，我们走。沈慈谦，你就这么利欲熏心，敢娶江婉哥这种人尽皆知的淫妇，你是多么觊觎姑的太子之位，还是觊觎父皇的皇位啊？沈思舟，你再敢血口喷人，我打烂你的嘴！婉哥，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。哼，太子殿下，你敢不敢再说一次？你敢不敢再说一次？姑还就说，怎么，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姑动手啊？慈谦，不要冲动，他是故意激将你。拦住他！姑就说了，江婉哥就是一个……沈慈舟，你12岁的时候欺凌宫女，被一个太监打得抱头鼠窜，如今背部上还有一条退不掉的伤疤。真的吗？13岁的时候调戏宫女，险些被父皇打断狗腿。15岁皇家狩猎场之时，你不顾劝阻，孤身闯入森林，险些被发情的野猪亵渎。还有这种事呢？太好笑了！谁敢削姑斩了谁？你这是编排姑！姑是当今的太子，编排姑就是死罪。沈慈舟，你的丑事，本王能说上3天3夜。你再敢对婉哥出言不逊，我保证会比打你还要痛苦100倍。你，婉哥，我们走。
石子谦、江晚哥，你们给姑等着，长困不了多久。你看看那修成路了，把这些刁民给我赶走！哎呀，没想到我倒是石子乔，真的丢人。把这些刁民给姑赶走！看什么看？这才把你们给抓起来！闪开！走开！属下参见太子殿下。沈慈谦确实把他府上的驻军都解散了。属下多番查证，确认沈慈谦的府上无任何驻军，守备薄弱之极。好，姑让你们准备的首饰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抬上来。很好，等到沈慈谦和江晚哥的大喜之日，你们就装作送礼的奴仆，将这份大礼给我送进去。等到机会，就开箱取剑，将现场人杀得片甲不留。是。哼，沈慈谦和江晚哥，你们的大喜之日，姑就将它变成忌日。晚哥，今日本想为你置办一些首饰，没想到被沈慈州扫兴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日我一定会弥补你。慈谦严重了，我还得谢谢你今天为我出头。晚哥，我已经到了，我们来日再见。告辞。始终开不了这口啊！四王爷，四王爷，四王爷，小姐命奴婢。您这镯子，江婶，小姐命你做什么？啊，小姐想您今日奔波了一天，定是饿了，命奴婢给您送些糕点。多谢了。四王爷这镯子，可否见奴婢一看？江婶认得这镯子？啊，敢问四王爷多年前是否求娶过我家小姐？江婶怎么知道？当年我送出提亲书之后，就准备离开京城，想等着江夫人答复后就正式回京提亲。没想到小姐和太子，我就死了这条心，一直待在边疆，一眨眼便是10年。原来当年江夫人认为我跟小姐并非良配，所以就一直没有告诉婉哥。当初如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。四王爷不打算跟小姐坦白吗？江婶，请务必不要告诉小姐，我就是当年的提亲之人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怕婉哥知道后，更加严肃地跟我提出和离吧。小姐要和离？江婶，不管怎么样，请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多谢。哎呀，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难题。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山边的云满天，情深的人能否偶然心动，连着心痛，长夜要灯火照明，
我举起杯，献爱为祭，生死刻骨大元帅，不逃恭喜四皇子，这事真是漂亮。情浓意浓，你侬我侬，共赴风雨浓。桃花一场，雪花一场，牵手细雨冬。世人聪明，我们痴情，让他们脸红。大好青春，两鬓霜雪陪你芙蓉。恭喜恭喜啊！大好青春，两鬓霜雪陪你枯荣。夫君，小心。谢谢娘子。娘子，我们是不是该喝敬酒了？夫君，娘子，我太笨拙了，要不让我来？夫君，喝下这杯酒之前，我有件事想跟你确认一下。娘子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夫君，可曾认得这镯子？娘子，你知道了。出嫁前，江沈欲言又止，在我的再三逼问下，全都告诉我了。所以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夫君为何要向我家提亲，又是何时喜欢上我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很喜欢看你练武，明明连鞭子都提不起来，却总是咬紧牙关用力挥舞。我也喜欢看你跟兄长斗嘴，他明明伶牙俐齿，却总是被你气得说不上话。我还喜欢看你为街上的乞儿讨公道，京中权贵都视他们为草芥，而你却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。我还喜欢。够了，夫君，我明白了。余生很长，我不需要一次听完。婉哥，一次是说不完的，哪怕一辈子也说不完，要2辈子、3辈子。那婉哥就跟你约定，生生世世都与你为伴。娘子，是不是该入洞房了？夫君莫急，皇上都还没来庆贺呢。奇怪，父皇怎么还没来？他怎么总是坏我的好事呢？好了，夫君。王爷，元帅，大事不好了！父皇，何事？慢慢说。皇上驾崩了！什么？四王爷，皇上驾崩了！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父皇怎么会突然……咱家也不清楚。今日太子入宫觐见，还带着一队人马和一个箱子，说那是要送给四王爷大婚的礼物。将随皇上一道前来给四王爷祝贺。随后不久，皇上就驾崩了。公公，你没有看过父皇吗？没有。皇上驾崩之后，太子就不准任何人接近皇上寝宫，还派人封锁宫门。咱家是钻狗洞出来给四王爷报信儿的。四王爷，皇上之死大有蹊跷啊！夫君，这件事情应该是审自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进宫。
沈思谦、江晚歌，你们二人新婚之夜不在府上，来这儿做什么？你个弑父弑君的狂徒，竟然还敢坐在龙椅上！哼，荒唐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有什么是姑不能做的？沈思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过就是一个太子，竟敢口出狂言！笑话！皇帝身死，姑贵为太子，眼下就是半个皇帝。沈慈周，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？父皇可是尸骨未寒呢！如今大局已定，有什么话是姑不能说的？有什么事是姑不能做的？来人，在！今日姑不是朕就将这个乱臣贼子就地正法。沈慈周，看来你布局已久啊。不错，事关生死，自然要准备的周全。那我就问一问你，父皇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哼，沈思谦，事至如今，你还在乎这个？你不如在乎你跟你的新婚小娘子能在朕的刀下坚持几盏茶的时间。好，既然你认定自己胜券在握，不妨就让我死得清楚明白一些。你告诉我，父皇到底是不是你杀死的？哼，事至如今，那个老家伙就是朕亲手送上路的。他明明知道你的算盘，却还是配合你，那不就是要废朕立你吗？他该死！既然你亲口承认，我便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沈思谦，你太糊涂！手下留情的人是朕，不是你。动手！江晚歌，你武功确实了得，但你能以一敌百吗？朕就等你力托，将你折磨致死。沈慈周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太子殿下，我们上当了。这不可能！王爷、元帅，我们已经遵照你的命令，扫荡全城所有效忠于沈慈州的逆贼，非死即降。眼下京城已经彻底在王爷和元帅的掌控之下。这不可能！朕让属下多次查探，这京城外面就没有大军潜伏的痕迹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好，我今天便让你死个清楚明白。出来吧。四王爷，属下不辱使命。他是你的人？不对，他跟了朕整整……沈思谦，你计算朕整整10年了。这也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吧。10年前，我只是担心你对婉哥不好，所以在你身边安插了暗线，没想到今日派上用场。沈思州，束手就擒吧。你们想活捉朕，这不可能！沈慈州，你自幼便没了母亲，父皇看你可怜，所以立你为太子。没想到你非但不懂得珍惜，反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用禽兽不如的手段逼迫朝臣中的儿女们跟你上同一条贼船。就凭这一条，我让你
生不如死。可笑，父皇始终爱的是你，我的四皇兄！四皇兄！我不过就是他平衡朝野的一个棋子罢了，他什么时候认过我的儿子？你懂吗？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？可惜了，你这辈子都没有亲手杀了我。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只是我父皇。夫君，夫君，姐，参见皇上皇后。钟爱卿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